你有想过接班人这个问题吗？有啊。是公司的员工。我觉得只要有才华的，就是说任何一个艺人，如果他有那种才华和能力的话，我都觉得我愿意去培养他的。对。他说网上传的都是你儿子。对，我儿子从小到大就是特别想接月华的班。月华这4年来辛苦各位的付出，各位的努力，我们都有目共睹。谢谢各位的参加。包括以前我们做个月华少年嘛，他就老跟别人讲说你对我好一点啊，否则的话我以后我接管月华以后，但如果你对我好一点，我就安排你做财务。还知道财务，对，会做财务。但是他最想去的是时代峰峻，是。对，他最崇拜的是李飞，老觉得就别人李飞做的贼好。然后我建议他，我说你要不实在你觉得你妈不行的话，你要不就去李飞那儿。就是他自己啊，就觉得以前都觉得我妈就是一个傻白甜，她的成功是在于她的运气。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的话，我不就让他跟了我一天嘛，然后他就说哦，原来你的工作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有点难的。好狂妄的少年。你们现在有医生吗？今天要带药吗？还是说？我想今天就带药走，下午有会吗？好的。好。然后还有是，就在现在出来的一些报告，稍微给您讲两句。有严重的吗？一个是维生素 D， 我有。哎，您得补上啊。然后胆固醇稍微高一点。可能饮食啊，生活方式再注意注意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好的。从 AI 出来以后，就这1-2年，信息量太大了，我觉得每天都疲于奔波吧啊，自己也不敢停下来。我现在是有点广泛性焦虑症的。入睡比较困难。得吃药，吃那个斯洛斯。好，你不吃药呢？睡不着。就一直睡不着。对。那您回溯睡眠问题怎么出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那时候的话应该是工作的原因。是工作的原因造成的，就因为有就是反正就是想做一个项目嘛，那个项目没做成，就那2-3个月的话就比较焦虑，就每天晚上想，就那段时间的话就造成了。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？10几个小时吧，10几20年来都是每天10几个小时，也就这样。不抱怨？不抱怨。所以你是为自己打工？我是公司的 CEO 啊。所以你不抱怨。我当员工的时候也不抱怨，我当员工的时候也10几个小时。就以前的话，我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，我生孩子就是在发动的时候，我们老板就跟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这个 Kiki 啊，有个事情要处理一下。我说你稍等一下。他说你怎么啦？我说我没事，我在产床上，我马上要生孩子。对。好冷静啊。对。这是奇迹。你不是星期1还得走？对。这是谁的活动？一个美妆品牌。我觉得咱得收着点了，别接那么多了，太累了。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爱工作的人，还是想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吧，就有一点成就的事情吧。你是怎么开始自己创业的呢？就是生完孩子第28天我就去上班了。上班了，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你们公司被卖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被卖了！我刚回来上班，我们老板都没通知我，他怎么就卖了呢？”当时在那一刹那的话，我就很难受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哭了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没有被通知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卖公司这么大事情，怎么没有通知我呢？但现在自己当老板就会发现。你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别人凭什么通知你啊？一下就共情了。大概哭了1个小时，后面的话我就翻通讯录，哎，就发现一个竞争对手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联系方式。我说杨总，我说我是谁，我说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他说
你想干嘛？我说我想创业。他说那你需要什么？我说我需要钱。他说那你需要多少钱？我说。我也不知道哪来勇气啊！我估计我当时的话也没想要200万，然后他就说行，那就给你吧。然后第2天我就开始找房子创业了。你当时200万投资，第1年就挣到钱没有？没有啊，花光了。那后面怎么办呢？后面的话，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去钱花光了，就去借钱了，到处去借了。然后问了好多人借，就包括反正这当时市场上很有名的人，我都至少见了不下10个吧，但每个人都拒绝我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没自信，越来越没自信，每个人都拒绝我。09年、10年的时候吧。那后来的话，我就问我那个投资人借了300万嘛，然后他反正当时的话就说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有且只有借这1次钱给你，如果你再问我借钱的话，我就把你推到水里面让你去死。那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的，因为那时候的话自己都不知道老板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？我是因为签了韩庚以后开始赚钱的，最好的时候18年吧。那一年的话是我们声名鹊起的那一年嘛，那所有的选秀节目里面都觉得月华是大魔王啊。练习生的这个培养体系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吗？10年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韩国的那总经理，他要在中国，就选人选人，然后做练习生的模式。他有一天的话，反正他就过来找我嘛，就给了个 PPT 给我看，说杜总，你是韩国的李秀满。我说李秀满是谁？然后就聊了10加20分钟。我说那你需要我干嘛？我需要钱。我说你需要多少钱？他说你有多少钱？我说我有60万，因为账上确实还有60万。我需要20万，我就把20万给他，我就他就把我忽悠成了中国的李秀满。哇哦！哈喽，杜妈。来，你坐那边吧，好。来，行。离得好远啊，没事，聊聊啊。我看到你给我发的微信了啊，对。对，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，包括这1年多的时间，然后我也考虑了很久，其实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很主动去跟您说一些事情，但是这次我会想得更想要回归更普通人，然后想要实际一点的生活，让我感到充实一点的生活。其实这1年多，我除了是跟你上次去那个成都那次活动之后，就没有任何的团体活动也好，也没有个人活动也好，其实我也是很焦虑、很着急的。那其实实际上从我的初衷来讲的话，我肯定是希望把这个团给做好，对吧？那你就是说最后的话，你这个1年休息也是因为在比赛当中你没有进前9。但是，基于团体活动来说，不要说基于团体或者干嘛的，就是说所有的面试的话都是一起的。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就选上了，你没有选上？就是你没有那么想要。我可能没有那种攻击力，也没有那种竞争性特别强的意识，然后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，等机会是等不到的。有很多的艺人可能40岁才红，在这个行业的话也比比皆是。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特质，他是不断的给自己去增值的，去学习，去让自己更有在市场上更有竞争的能力和议价的能力，不是说天天在房间里面去想的等的，真的，因为我很多次都跟你们聊过、开会过嘛，对吧？说一个聪明的人吧，就很多成功的那个是一点拨，他就会的。但你的话，我每次跟你聊完，然后你就回去想，想完了又不做。那我也平时我也问你，我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在家干嘛？你在家干嘛？各种大模型2.0版本出来，我是在群里面群发的，艾特你们每个人，让你们去做。对，
但是这跟我的初衷的想法不太一样。我是想男团嘛，做男团的一种想法，就像跟我们同时练习的 Tempest 来说，他们在海外也发了很多歌，也有很多张迷你专辑，但是，对于 Boyhood 的这个来说，就是只发到了2张专辑，已经很难。问题是，你知道2张专辑我已经在你们身上投入多少资金吗？已经投入几千万了。哇！公司还是亏几千万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？就公司在不断投入的时候，是希望有回报的。就 Tempest 的话，我是觉得他们努力的。就是说，一个人成功的话，你首先你得打动旁边的人，但至少在你的身上的话，我是看不到你能感染到我。比如说直播，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在直播的时候，你都搞不清楚自己哪个镜头好看，应该怎么让自己更有魅力。我觉得你荒废了自己很多的时间，就算我再给你发10张专辑，你还是红不了。所以就不适合。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啊，有时候得决绝一点。有时候这个行业的话，确实是靠挺老天赏饭吃的。就如果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的话，确实就别进这个行业。进这个行业的话，你永远是在被别人选择嘛。他自己也难受。就对他们来说，比较好的路径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最好的路径啊，就是出来以后红了，就有工作填满。那总得有一个方式嘛。方式的话，那就传统的方式就发唱片了，是吧？啊。这个好像就不太行了。国内确实是缺这样的一些平台，让他们有曝光的机会。我自己之前的话，不是也投资做了宇宙打歌中心和朝阳打歌中心吗？节目的话，我将近投了6、7、8千万吧。我做了2季，做的可累了啊，没做起来。那我觉得，就像艺人这条路的，他可能比万人过独木桥还难。所有人的话都是看塔尖上那些人的光鲜，其实下面的话有很多的在底层的。那我觉得你的话就属于在底层，就是说也没有找到方向的那种。你哪年呢？98年的。98年，28岁了。哦，也不小。是的，然后这也是我对于我这个年龄特别焦虑，特别对于父母来说更自责的一个阶段吧。几岁你爸父母？68了，可以。你家就一个孩子？对，就我一个人。所以，与其在这耗着的话，那我建议你就离开这个行业，去找一份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自己能够得着的工作。我建议你先就业再择业，因为毕竟还要生活嘛。开销又大，北京我觉得开销还是蛮大的啊。是，对。好吧，来，好吧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来，那我从来没有，可能真的自己不是很适合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，工作反馈啊，或者是我自己的能力啊，就是让我觉得达不到。然后我觉得，我不能再这样。就是陷下去了，我觉得还是要给父母啊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你都先别给父母交代，你先给自己交代吧。对，你父母的话，自己都有比较良好的工作啊。对他们说都有退休工资。他们说他们现在很开心的，但是他们越开心，我就会越觉得我内疚。艺人这条路不好走的。哪有那么好走？个个看到艺人的光鲜的一面，哪有那么成为大明星？心里不舒服或者失落肯定会有的，因为首先的话就是说，作为也在一起7、8年，肯定是多多少少是会有情感的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，我就像他们父母一样，希望他们成才。然后他们走不了这条路，成不了才的情况下，那你就希望他平安就好了，啊。行吧，好嘞，好吧，要不有？其实说完之后还挺豁达的。对，没事。行，人生才8、9点钟、7、8点钟的太阳，还早的呢，好吧？好嘞，我让那个夏言到这找你哈。好嘞。好 ，OK。哎，就这样。好的，
每个人的悟性，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度，每个人的就对事业的企图心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只能是说选择可以跟你一起同行的人一起同行。我觉得选择挺重要的。哇，今天这还是巴博斯版本的，内饰和外观都挺好的，空间也挺大的，范儿拉满了。对吧？这可是 Smart 精灵5号，空间超级的大，试一下给你们看啊。你好 Smart， 你说，关闭车窗，打开空调，播放音乐，导航到乐华娱乐。好的。哎呦，还挺会使唤的，这音响听着也不错哎。对啊，这个可是森海塞尔，很专业吧？那我们出发吧。走。啊，好小啊！你20几21岁啊，这么小啊？啊，挺漂亮的啊。谢谢。啊，他对主要歌太棒了，就是几个专业的朋友听了都觉得他应该是超级歌手的路线。那为什么想进演艺这圈？是因为父母的影响？没有，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就从小就一直唱歌。有很多人来找你咨询吗？就每年的话，就是通过各种朋友介绍的挺多的。我都是比较客观的吧，就因为我觉得艺人这一行的话，其实路不好走的。如果不适合的话，我一定说是不适合。现在就是整个行业的话，好像就不太 OK 了，因为特别是像 AI 一冲击嘛，对于歌手冲击也很大。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怎么出来。你光出音乐的话，我觉得也不 OK 嘛，因为你砸不动啊。就跟以前像逼哥那个年代不太一样，因为那时候那首歌少啊，那时候对吧？那时候像我们的听卡带都是来来回回，恨不得都听100遍的。乐华之后还有签新人练习生的计划吗？我们就练习生体系的话，还是一直在做的，但确实是得改变一些策略和打法。你自己想做艺人的话啊，我自己个人觉得个人 IP 还是挺重要的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小红书啊、抖音啊得搞搞啊。以前那些老的东西的话，我就觉得，最主要还是说怎么用 AI 去结合。世界变化太快了 ，AI 迭代也特别快，可能1个月或半个月就迭代一次。实际上你在那等着躺着等的话，可能也不太可能。所以我就觉得所有东西啊，就得抓住第一波。你比如说最早博客、微博，对吧？然后抖音，然后现在就是 AI。对。所以就是说，我觉得对你年轻人来讲的话啊。真的不要等。我挺好奇的，就是你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小孩儿对吧？就什么情况底下你会劝说你可以试试演艺圈？什么情况底下你会劝退？大部分的话我都会劝退，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，所以这个东西的话，一看就大概心里有一点数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。对对对啊，我都觉得因为需要对他负责任嘛。因为他是面试过关了，不意味着你能出道，因为他中间还有3到4年的训练的时间。3到4年的话，他很容易放弃的。那你经营过去这些年，你这种团队的成功比数是多还是少？成功的比例？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成本的吧，它还有运气成本，因为娱乐圈就是这样的嘛。所以你觉得明星成功的是运气能占多少？我觉得运气挺重要的。占多少？我觉得50%吧。啊，有这么大的比重啊？对对对。那这么说，你这个还风险挺高的。天使投资风险很高，对对对。那王一博算你天使投资当中的非常成功的一个。对，他是属于 PE 倍数啊，天使倍数很高的一个艺人。对对对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当年对王一博的那种眼光还是很独到的。对，在他身上的话，确实我看到了一个优质艺人的很多的闪光点。现在这一波孩子的话，可能身上的话就缺少那种，比如说坚持、韧性、执着，或者说对事物成功的那种渴望。像那个王母亲的话啊，确实人是挺好的人，但确实是欲望，就是说对成功的渴望可能少了一些。哇！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好，哎呀，今天好美啊！自己搭配的吗？对的，对的。黑剧目的话，我们准备了3年多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想用2D 和3D 同时出道的，但因为后来 C Dance 一出来，我觉得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连夜就开了个会，然后就把女团给推出来了。
我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就是半个小时之内，给你们总共的话2万块钱，你们去搭配，然后待会儿的话，我看一下你们自己的审美的能力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就是带他们去挑衣服的话，其实实际上我是想提高他们的审美吧，就是说自己对时尚的一个见解搭配啊。Oh my god！ 我不知道从何搭起。你觉得是这个搭还是这个搭？我投的店。你先看你上身穿，你要不2个都拿着。那你听到以 AI 这个方式出道的时候，你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还挺，怎么说？挺新奇，挺第一个这样子的女团。对，挺前卫的一个想法。但是 AI 是，我看着我的脸在舞台上，但其实我本人的感受没有那么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 Dream 组合的西元。感觉我们像是出道，但实际上我们真人还坐在练习室里，就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实感。我就看着那个视频，我说啊，我们就这样出道了，有点草率的感觉。然后看到一些不好的评论嘛，就说我们的脸是融了谁和谁的，或者是啊好丑啊这样子，然后还也是说了说。有那么多真人的团，为什么要追一个 AI？ 我说疯了吧！所以 AI 并没有帮助到你们。其实也不是，就比如说我生成了一个舞蹈视频，它能生成出空翻，它能生成出劈腿，那可能我自己就会要求我自己去达到那个效果，而不是说 AI 把我比过了。我没有突然那么耀眼的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但是我不觉得我未来不会耀眼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等待就好了。哎，那我也可以挑衣服啊。你也可以穿。我穿吗？对。就很精神。对对对。好多小姑娘都这么穿。可以，来给我一套。但是你就里面你不能。对，穿牛仔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把这个一搭。我也是时尚人士，好不好？我的审美的话不会跟那样。拿上。这裤子也好看的，运动的时候，好舒服啊。要一个。哎呀，逛街就是开心哦，这个也好看。我是真的是1年都没有几趟逛街的时间。哎呀，我女儿也特别合适，帮我女儿也选一套。自己买起来了。你看这就这个。对，你看一下我的那个，你带我看一下我的产品，忘了压系列。在这吗？对，我带了产品带来了。你看，这是我的产品。哦。这是我的忘了压系列，好不好看？纯毛绒是吧？全毛绒，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手工做的。你这个工厂是哪个吗？叫什么？我我自己买的一家工厂。自己买？就投资的。而且我就挖了个设计师嘛，就是设计师的水平很高，所以我现在的话有100多 SKU， 而且我每卖一单的话，我是要给捐出去钱，是要做公益的。我看你还花了点小功夫。哎，我花了可多功夫了，我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了。那现在就可以放我们的车啊？可以啊，我就现在就是开始。马上就可以给上货呀。对。哇，好可爱！你说那个好摸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还有好多呢，这个特别好摸，我可以送一个给你。就是现在我就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就会比较快乐、开心一点，所以这个童年还是有很多影响。我觉得是童年的。是吧？因为缺失。对。缺失爱。因为我爸妈的话，就我妈的话是，就工作嘛，她根本就没时间。就以前的话，在那种纺织厂每天上班，还得加夜班，所以我是缺失父爱母爱的。这一代人啊，基本上都有这个父母亲密的也很少，从来没有。因为我小时候有缺失嘛，所以我会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那个，比如说我小时候没有玩具，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粉粉的、治愈的，就会把我就小时候缺失的，比如说我女儿的房间，我全部都粉色的帮她布置的。然后我小时候没有玩具，我就自己补齐这一块，就是小时候缺失的，你就大了，你就会在身上去寻找嘛。你是比较主动寻找的那种啊？对，我小时候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嘛，所以我从小到大的话是那种自卑的长大的，因为所有同学都会嘲笑我嘛。然后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嘛，所以我大学的话都是勤工俭学。反正就以前的话，反正我就觉得活在一个比较自卑的一种环境下。然后大学我就去做那种调查问卷嘛，路上拦截每个人去做个访问，
到晚上就8、9点钟吧，就一份问卷的话，大概赚10块钱左右，啊。是这个事情打破你不自信的一些东西吗？也是自卑。做这个事情还是很自卑。也不是自卑吧，就是说，我就觉得就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改变一点什么吧。对啊，我就不能，就是一辈子就是活在自己自卑里面吧。是不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另外一种风格？我更喜欢这种风格啊，然后不用太对称了。那真正让你产生自信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其实实际上的话，就是慢慢随着你做的事情一个一个成功，你就会越来越自信了。就像为什么说艺人红气养人呢？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越红的时候，你气场就出来了。对。因为我觉得你的心态比较稳吧，在我的感觉。我心理质素啊。就我可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读长沙商学院的时候做过一个测试，就谁最适合做创业者嘛。我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一个，就是说那个试卷做了满分的人。你儿子真的好可爱，对吧？他还想去时代吗？想啊，他还想去时代。因为他主要是他就觉得在这个赛道里边，就是说做的最好的就时代风景和月华，但他老觉得老妈的话是一个傻白甜，是因为运气才做到这么好。对，所以他就觉得李飞就时代峰峻的话做的比我好，所以他就特别想去李飞那边先去实习，先去偷师，然后把那些技术再研究再拿回来。问题是别人李飞会要他吗？不可能，就一个无间道啊。所以就是他现在的话会跟我发小作文，就是说你哪些东西做得不好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，反正就是老是 PUA 我吧，就是妈妈你一定要努力，你一定要加油，因为你只有把月华做好了，我将来才能继承你的衣钵，把月华做越大越强。很有战略眼光啊！对，我觉得他是在卷我嘛。哎，那你对你儿子未来的希望是，说心里话是什么？我对他没有期待，真的。就我儿子的话我觉得他，因为我对他很残忍，你知道吗？他8岁的时候就被我送到海外去当练习生，9岁的时候我就让他上了《变形记》，10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去了少林寺。你对他这么狠，肯定就是对他有期望，将来希望他做什么，不然没有。当时去海外当练习生是因为让他去减肥嘛，因为他太胖了。就正好他是跟范丞丞、Justin 那一波的，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公司嘛，所以每个人都得到命令说，社长的要求是说要减肥，所以大家的任务就那个教练的别让他吃，对，让他减肥，所以每个人的话就不断的 push 他减肥，不让他吃，反而就产生他对食物的渴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老怕自己吃不饱。所以我就觉得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千万别用错力了。对，我觉得用力太过猛了，逆反了哈。对，导致他现在看到晨晨的话，可能都挺害怕的。所以他现在卷你也是应该的。励志再励志，减肥再减肥。我要是小孩，你儿子我也会恨你。对。所以确实是，就是说以前我可能会对他有很多的期待，后来的话，我可能是觉得小孩的话，平安快乐就好了。现在你女儿大概是真正实现了你说快乐、平安、散养。对，其实实际上我女儿10岁了，我就已经很难触达到她了。每周的话，她都愿意安排跟闺蜜出去玩。我是天天跟哈巴狗一样的，在她面前摇尾巴。我每天真的一下班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去跟她打招呼。她就说啊，可以了，那你可以下去了。她的那个房间的话是老年人活动中心，别进去就那种，就是她已经有自己的思想，而且现在小朋友的话，他信息接受太多了，所以他比较成熟一些，有自己的想法。对，儿子和女儿在你心目当中，这完全是2个对待方法，真不公平。实际上，你真正偏心的是女儿吧？说心里话。说心里话真没有。所以刚刚小鹿的那个感受啊，我就想，就是你以后你当父母以后啊，你就会特别的发现这个事情，没有一碗水端平这一事儿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，不管儿子女儿，就算你再平衡的话，在儿子女儿心里面的话，他们感知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女儿的话，她就会觉得我对大哥偏心，我就觉得我怎么偏心啊？
他还觉得对大哥呀？对啊，对啊，他就会说啊，那你为什么这个月的话给了他200块钱零花钱，你就没给我啊？你就偏心他，所以就很难，每个人的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们公司所有的艺人，其实实际上我是一视同仁的，不管是红还是不红，但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，哎，你是不是对这个好一点，对那个忽视一点？其实没有。其实你像那个杜妈，她在公司里面是一个管理者，非常有 power， 雷厉风行，而且她的执行力也很强。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，就完全换了另外一个风格。所以没准这个孩子要的不是个总裁，要的是个妈妈，就是温暖的。哦，他们可能更喜欢总裁妈妈。这个东西我已经跟他们讨论过，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在家里也没发挥多大作用，也不会做家务，什么都不会，你还添乱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赚钱，你的能力在赚钱，在把月华做好，培养更多的人，把事业做得更好一些。啊，就这么清醒啊，和很多孩子不一样。对，他们可能的认知开始，你就在忙，所以他就一定会是说，妈妈就你一定如果不忙了，那说明你不称职。对，主要感觉签名不方便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杜华的这一段 VCR 能够带来我们一些什么想热聊的话题。3、3、2，对，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都有的聊，对吧？你想聊哪个话题？我觉得都不会被骂吧。第一个吧，第一个安全一点。你应该是最不怕黑红的，我也不想黑红啊。演艺圈30岁没出来的不是比比皆是吗？对啊，也有很多就是大器晚成的演员呢，对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宋文哥很多呀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这一期又看得非常的开心，有感动，有思考，然后也有温暖。那我们再次谢谢4位姐姐提供你们的精彩的生活给我们观察，也谢谢观察团的成员们提供更多的视角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爱奇艺自制综艺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《姐姐当家2》，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与姐姐们相约，谢谢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看病买药用美团，姐姐当家不怕难。今年过年的时候回老家，我小侄子就在旁边说：“哎妈呀，终于活成家族话事人了。”家族话事人，这是林英杰经常来买花的花店。今天要点什么？肯定得玫瑰啊！今年是买什么的好礼物了？20周年，希望你喜欢。我说我到现在还没礼物呢。我敬爸爸妈妈喝一杯，谢谢你们这次从宣威过来帮助我们，杯中酒，酒中情，杯杯都是真感情。哇，真会啊！4分就是可能说就是有点恶性的这个倾向了。我也害怕。癌症的发展是很难预防。我最担忧的就是说这个结果，我当时都想好了，我爸要是坏的方向，我是倾家荡产，我都要救他。汤包的体检结果有点，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就是说受孕几率会比较低嘛。就有点委屈，但是我又想不委屈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就想看看，也给他机会吧，就他能不能改变。谁给我找个棒子，我先嗨他一棒子。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， 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来爱奇艺投稿《姐姐当家2》创视频，赢现金奖励，解锁100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上微博参与《姐姐当家2》全民观察团点评活动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。上百度 APP 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《姐姐当家2》百度文库全能 AI 内容获取创作一站搞定。《姐姐当家2》百度网盘存住你的光芒。上百度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找工作上前程无忧51 Job。
好工作好前程。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，外教课堂轻松听懂，跨国会议无碍沟通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感谢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感谢百度 APP 百度娱乐、新浪新闻、百度百科、百度文库、百度网盘、前程无忧、网易有道词典、智宇、成果娱乐、环球再见、影视聚焦、咸鸭蛋生活、驴火娱乐、异样飞行、杨子夏、猫扑娱乐、环太娱乐、小八娱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